今天一早利用空档，来到了位于匈牙利的心脏地带，位于多瑙河畔的布达佩斯。这里隐藏着一座充满传奇色彩与浓厚历史底蕴的室内市场，这里就是布达佩斯中央大市场。这座始建于1897年的市场，不仅是匈牙利，更是全欧洲规模最大、历史最悠久的室内集市之一，见证了布达佩斯乃至匈牙利的百年变迁。站在瓦茨街的尽头，与多瑙河上的自由桥遥相呼应，布达佩斯中央大市场以其壮观的外观吸引着每一位过往行人的目光。它如同一座新哥德式的火车站，雄伟而华丽，是布达佩斯城中最具代表性的地标建筑之一。踏入市场，一股热闹而有序的气息扑面而来。钢筋铁架结构的屋顶高耸入云，顶部和四面墙体镶嵌着大量玻璃窗，让自然光洒满每一个角落，空间显得宽敞而明亮。这里传统与现代完美融合，既保留了100年前的古朴韵味，又融入了现代化的便利设施。而一楼是热闹非凡的肉菜市场区，这里是布达佩斯居民日常采购的必到之地。新鲜蔬菜、肉类、海鲜、水果、蛋奶制品、调味料、果酱琳琅满目的商品摆放得井井有条，每一样都散发着诱人的光泽。游客们在这里不仅能品尝到道地的匈牙利美食，更能感受到这座城市独有的生活气息。而沿着古朴的木质楼梯或搭乘现代化的电梯，我们来到了2楼。这里不再是喧嚣的市集，而是供人们休闲放松的咖啡厅和餐馆。在忙碌的购物之余，不妨在这里小憩片刻，品尝一杯香浓的咖啡或匈牙利特色的葡萄酒，享受一段悠闲的时光。另外，除了丰富的食品摊位，中央大市场还隐藏着许多出售匈牙利民族风格民间手工艺品的纪念品伴手礼小铺。这些手工艺品精美绝伦，每一件都承载着匈牙利深厚的文化底蕴。此外，市场内还有许多别具特色的小卖部和酒吧，游客们可以在这里品尝到地道的匈牙利美食和饮品，感受这座城市的独特魅力。而布达佩斯中央大市场，这座充满生命力的百年市场，不仅是布达佩斯居民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展示匈牙利经济与文化的一扇视窗。在这里，你可以感受到布达佩斯的历史韵味、生活气息和文化底蕴。无论你是来自远方的游客，还是本地的居民，这里都值得你细细品味，慢慢地逛逛，欣赏当地迷人的风情。都已经没有在营业了。还有另外一个就1小山山宝山，那我今天行程我母亲上学的时候就马克思经济大学，马克思他的土耳其帝国，然后土耳其帝国占领过东部的比利时，这时候的那个刑事原理的部分呢，就属于那个土耳其人建造的部分。哇，这一款都够了。没有，他在问我哪一个是哪一个？真的。
那个也有，他开着车走。宝宝照，大一点的好，一个人像一个拍照，好，很好看上面一点，好很好。这个景也不错。在那个照。这好啊吧？好啊。我还没求人呢。在这边集合哟，人都在这里。快点，就跟你学一点。搞啊！学一点的，我跟你学嘛。卖安尼啦。他学很快。卖安尼啦。你是专家呢，你安尼我哪会足感觉足难摇的安尼。昨天晚上就是那一栋。El IVA aparte.
垃圾。也是他的一个奖券啊，请不要录像。这位二战结束之后，布达佩斯居然房子蛮多房子受到损害，然后旁边有一栋。这里才是约会了，哎呦，约好了。我刚开始学你，真有车哦。我不知道哎。表演吗？惯，我怎么？我们呢尽快集合，然后跟着我们呢导游上去之后。然后我这真的不想。很多啊！可是我我看四五千块。
capelli non te li bagno.
打哪一款可乐，加在一起就是雪碧。这个在德国呢也可以喝得到雪碧。这个有兴趣的可以呢买超市买来，或者是呢你可以去呢肉汤。所以这个是呢他们的呢这个不同的呢这个饮食风格哦。那在我们现在慢慢要进入到时间呢，稍微跟各位讲到，明天因为你会听到很多人那么利用这个时间先跟各位讲一下英伯爵刚才东边英伯爵支持呢这个巴伐利亚那么在文件上，所以呢这个奥地利这个名字就是来自于呢东部国家的意思，所以在1996年呢，奥地利庆祝它呢建国呢1000周年1000周年。那么是SPA超市。两位可以帮我。主教，因为在他没有成为主教区之前，他是受呢帕绍主教所管控，他就跟帕绍的主教签订了毛特恩条约。那么他从帕绍主教手中呢得到了城墙外的呢一片的土地，从1137年开始建造圣史蒂芬大教堂，那么在1147年呢完成，1160年那么1147年祝圣使用，1160年的整个建筑完成，但是在1258年，那么这一座仿罗马式的教堂呢被烧掉了，在126之后呢重建，1263年呢完成第2代的教堂。之后这个教堂在1358年呢在位的呢这个鲁道夫四世时期，鲁道夫四世重建的呢圣史蒂芬大教堂，它被称之为是维也纳的建造者。那么呢开始呢以哥德式的风格来重建这座教堂，所以它其实内部的主体依然有一些的仿罗马式的元素，但是它主体的建筑风格，我们可以看到在它的门，那么已经是呢哥德式的建筑。整个的教堂呢，一直到1511年呢才完成。那么这个教堂在建造的时候，其实维也纳还没有成为主教区，维也纳一直要到1469年，那么才脱离帕绍成为主教区，一直要到1733年才脱离萨尔兹堡成为大主教区。所以它其实呢，在宗教教区的历史上，它非常的晚但是这个当时的建造就已经朝着大教堂的方向，因为鲁道夫四世希望这个教堂在将来可以作为历代的呢这个奥地利公爵的呢他的陵墓，所以这个呢教堂埋葬了2位皇帝，110位皇后，那么还有16位皇后，110位大公，葬在这个教堂里面。这个教堂它的内部那么它呢是可以进去，但是呢只到它的前面，如果再进去都要另外付钱，所以它是属于呢哥德式的教堂。那你可以看到它的塔楼左边，因为他们要建造回塔，
一样的高度。但因为土耳其的入侵，他们没有足够的钱，因此呢，只能建造呢这个岛。好，来，各位哦，这边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冰河对我。门的左手边的墙上，哦，那里。对，横的。门的左手边的墙上，门的左手边，门在这里，左手边不是墙吗？对。墙上不是有2根铁？对，横的那2根铁。是要做它做2横。对，就是那墙上是墓碑，因为呢，他们曾经在过去世纪，挖到世纪的时候，罗马人的墓地在底下，所以他们把这些墓碑把这些的墓碑把它呢拿来呢作为这个怎么讲，就是作为呢这个装饰。它的屋顶是110公尺它长度是170公尺那么屋顶呢是110公尺你看这个塔楼是呢南塔南塔是136公尺高，好吗？这个就比较漂亮。当然，因为当时花了钱，那边那时候要打仗没钱，就简单的68.3公尺就把它完成。从北边一直走下来，我们现在是从北边靠多瑙河那侧，好不好？这边比较没有人各位，另外后面这一栋房子前面那条横的街就是格拉本街，也就是我们的右手边就是以前的呢维也纳的呢最老的市区，从罗马监狱发展起来的。那所以这里原本呢都是老的房子，可是你看这栋房子这是非常有名的一位呢奥地利的建筑师叫哈斯所做的，所以这个叫哈斯的房子。那么在当时刚建造这个房子的时候，其实他们有很多的呢批评，可是呢现在它被认为是呢房子就是呢新跟旧的一个结合好吗？那各位就可以稍微逛一下旁边那边如果往前走就。Però lui ce la fa dritta senza flash, me la faccio. Attenzione Andrea, non troppo, prenda qua.
包括呢清洁，然后住宅编号，所以在1679年的时候呢，曾经发生了一场瘟疫，死了很多人啊。那么呢，利奥波德皇帝呢就建造了前面的，在1686年建造的前面的黑死病纪念碑。啊，那么这个黑死病也是最漂亮的一个纪念碑之一。它分为了几个部分，上面呢，你可以看到有鸽子代表圣灵，然后圣子、圣父。哦，那么呢，在中间呢，那么有天使。再过来呢，则是人世间，你可以看到跪在那里的就是利奥波德皇帝。你可以看到他的脸呢，下巴，哦，他是呢后道。哦，他们这个家族的呢传统，哦，就是下巴就是这种样子。你可以看到啊，那么他底下有一个天使拿着皇冠献给了上帝。啊，底下你可以看到呢有一个呢这个妇女啊，她拿着十字架，然后天使啊把呢这个恶魔给杀死，代表就是黑死病。哦，那么周遭呢有一些的皇冠呢，这个金色的盾徽代表他当时所统治的呢这个领土。我们来，这个就是黑死病纪念柱。那像各位今天如果来到这里啊，如果你要上厕所怎么办呢？可以看到右手边这个是呢黑人的是男生厕所啊，只要是小便不用钱。再过来左边这个是单人就是呢女生的只要开门就要付钱。所以呢这个是它的公厕啊，这里所以现在呢它现在的政策是这样。以前来对我们收的费用，以前的都是他让我们可以就是要在外面，他现在很聪明，他现在根本不叫你在这边。